包装设计上拿来主义的堆砌感还是比较重，明显有借鉴到蚂蚁黑暗骑士归来的包装。迎击闪电的蝙蝠侠素材使用的是 SS 推出的黑暗骑士归来的艺术海报，黑暗骑士归来字体的排版借鉴的是当年的初始封面，盒背很简约，没有使用官图堆砌。内盒的包装设计它也借鉴了蚂蚁，套盒里还加个掀盖，内盒挡板的美术设计，这个也是直接官方素材拿来主义，黑暗骑士归来的变体封面之一。这块有个瑕疵啊，应该是原文件分辨率不行，这个字体印出来是糊的，也下次注意。这个作品叫黑暗骑士归来 2.0， 因为厂商之前就有推出过黑暗骑士归来的蝙蝠侠，但是咱们节目没评过，所以针对这次的 2.0， 咱们当做一个独立的新品来讲，不涉及新旧版本的工艺升级。那 SSR 这次的黑暗骑士归来 2.0 出盒没有任何打理啊，直接拍着。第一眼的视觉效果来讲，该咋是咋的，还是他妈挺震撼的。原著沧桑、高大、敦实的人物形象和由此基点抬升的人物的压迫感，从玩具第一眼的视觉效果来讲做到了，而且整体的表现效果是很有初见的视觉冲击力的。那么衬托起这个造型和玩具表现力的第一个亮点无疑是素体。想完成一个好的1:6可动的黑暗骑士归来，那必须得有个自研的特型素体。市面上常规的多粗多高大都白扯，因为它跟漫画里不是一个型。常见的超强壮的素体普遍都是施瓦辛格型的，它有着健美先生的肌肉轮廓，同时它也有着健美先生的身材比例，宽肩膀细脖子，胸膛宽大小细腰，但实际上它和黑暗骑士归来的蝙蝠侠形象不怎么契合。黑暗骑士归来的素体不仅要求高大，同时还得有点肿，腰臀腰胸的对比没那么强烈，大脑袋大粗脖子，整体它的视觉效果更像是一个发福的摔跤手。你看 SSR 这素体，它的表现力就很棒，在体现敦实的压迫感的同时，素体的比例并不那么完美，胸也宽腰也粗，虎背熊腰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对于肌肉维度的刻画是比较难得的，比较克制。它胳膊虽然很粗，但是没有把二头肌的肌峰强力的给它刻画出来。胸肌虽然很宽，但是没有强力的体现胸肌的厚度和下翻的效果。胸肌位置照顾整体战衣的流畅和表现力。另外一方面，手臂这个位置它是让视觉效果更合理。就是现在做强壮素体，有不少厂商总是喜欢做出二头肌的肌峰来，就是常规垂手的状态下，那二头肌肌峰都在外边立着，就看起来这个人物虽然强壮，但是很病态。另一方面去衬托人物强壮的，那就是素体的重量，拎着就有这敦实劲儿。对于人物的这个强壮，它就有手感上的说服力。另一个亮点，战衣的选料完成的比较出色。黑暗骑士归来在漫画里属于素面战衣那类的，一般来说在可动人形分类下就是用有弹力的罗纹布。常规罗纹布的好处自不必提，首先这个料比较好找，运用也比较成熟，但是问题也颇多。那首先一点就是抽丝嘛，手上有刺儿之类的总能给带起来。那其次就是普遍光感太强，一进镜头有摩尔纹，再加上整体材质的质感它比较飘比较轻，就是让整体这个东西的呈现效果它可能不怎么高级。 SSR 这个它选了一个加厚的带有弹力的鳞纹布，布料的整体质感相比之下它是比较厚重的，视觉效果上光感也要弱一些。而且比较难得的是它布料的纹理跟整个产品是比较大调，这个布纹的效果在这个比例下比较合适，相当于为黑暗骑士归来这个比较素的形象叠加了一层细节，但同时呢纹路的大小是恰到好处的，在这个比例之下它不抢戏。另一方面，对于紧身衣修身程度的把控做的是比较出色的，就是没有把这紧身衣勒得等等紧，它也是比较有限的含蓄的去修饰了整个肌肉素体的这个肌肉线条，外显的人物是一个比较模糊含蓄的肌肉轮廓，强调人物的维度，但是不过度强调人物的分离度。这个也是比较契合黑暗骑士归来的选题，强壮魁梧的压迫感，但是肌肉给人的感觉已经不拉丝了。而且它这个素体上它是有刻画生殖器轮廓的，你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做一种写实感的强化。那这个就更需要说你这个紧身裤它绷的要适度，要是真箍出个生殖器型来，那这个东西反而就恶心了，真实感也就变成了低俗气质。披风材质这超轻弹力布啊，这个材料就是非常柔顺，可能光感强一点，但是垂感没挑，和整个产品还是比较搭调的。这个披风的轻薄感和比较柔顺的垂感
都能在这个产品上得到比较好的体现，身体的一些主要元素完成的都不错。那最终封顶衬托产品张力的头雕，你像《黑暗骑士归来》这种漫画作品，它不像电影，它有比较清晰的演员参照和电影道具去参考。你像《黑暗骑士归来》呢，它画风本身就比较潦草，那人物俩画面之间未必长得都一样。像这种头雕，它没有必要去讲完全还原某一幕，只要特征是对的，融入一些二次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像这个头雕，它的构建就很扎实，原著的特征短耳朵、大方脑袋这两个特征抓住了，人物高眉骨，眼窝偏深，脸颊位置面具伴随着人物面部体现出的大褶子，这几个点都在体现人物的苍老。额头的抬头纹体现人物的沧桑，几个竖纹作为去模拟漫画中的笔触，这几个点也很好，让头雕有写实感，同时具备漫画气质。面部的涂装为了凸显层次感，它也是在眼部涂了一层亮油，在对光的时候让眼睛仿佛亮起来一样。牙齿上也有一层淡淡的亮油，设计效果同理。大法令纹，大方下巴，它的表情选的是一个撇嘴的感觉，就整个头雕给人的神态是一种很不忿很不屈的感觉。在《黑暗骑士归来》里，介于蝙蝠侠的平静头和怒头之间，因为《黑暗骑士归来》里蝙蝠侠他不仅是苍老，还总是受伤，所以他是在面部适当的做了一些轻微的战损痕迹，你像脸颊上和下巴上，算是把故事中的战损特征也带入到这个产品中去，但是非常轻微，即使比较反感战损形象的玩家，也可以只把它当做一个头雕上的简单细节，不作为战损形象。就整体来讲，这个头雕它是比较成功的，在扎实的完成了一个黑暗骑士归来形象的同时，也把黑暗骑士归来故事中的各种特征都融入进去。但是融汇的效果并不臃肿啊，主题依然是非常突出的，这些剧情点也仅仅只是丰富头雕的细节而已。可讲的硬件还一腰带，黑暗骑士归来腰带的特征就是腰带前面没有腰带扣，一圈包，这也是现代蝙蝠腰带的奠基形象。制作没啥问题，也加了点细节，例如说背包扣上做了涂装，整个腰带一体都做了做旧处理，来降低腰带本身这个鲜亮黄色的饱和度和它抢戏的程度，也是值得肯定的细节啊。好，那么好，产品的亮点咱们说到这儿，接下来也得讲一些产品的缺点，提供一些咱们节目的监修意见。出问题的大概是两个大区域，有的问题玩家可以手动调整，有的问题呢没辙。第一个点是针对于人物斜方肌颈部这一位置补充件的这么一个设计，它是做的这么个东西。这种诠释方式相当于是把黑暗骑士归来的头盔做成了一个连脖头盔，就像咱们看到的 BVS 版本阿弗莱克穿的那个战衣形象是一样的。但是这么做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点是不还原，黑暗骑士归来它是素面战衣，一般来说像这种经典的素面战衣，它都是没有头盔的这个托的，头盔和披风是一体的，像一个帽兜一样。当然了，这只是漫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实际的玩具立体化过程中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真是面具和披风用一个料的话，那你这面具根本不可能塑形啊。真用这个料套一个头雕顶上，那这头雕没法看，表现效果就得跟脑袋顶上套丝袜那银行劫匪似的。但是 SSR 这样做也并不合理，这个东西的出现本来是为披风的装配做一个辅助。简单来说，这个斜方肌就是个披风架子，它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衬托披风的造型，另一方面是用于缓解素体肩膀头子过大所引发的架膀子的体态。斜方肌的出现会一定程度上的在视觉效果上理顺这个线条，让肩膀的呈现效果不那么突兀。但是这种东西啊，它不适合在外边，尤其是这种素面战衣的形象。最直白的就是它现在只能让产品做这样的姿势，应该是用来修饰披风的一个点，现在反噬了。而如果你想做披风遮身的效果，那整体视觉的呈现效果就会变得非常突兀，脖子是脖子，身子是身子，有非常强烈的割裂感。那这个点呢，玩家可以手动调整去解决。咱们把头雕薅掉，把这小托拿掉，把披风也拿掉，然后咱把这小托放里头，披风装上。那么是不是在做同样造型的时候，披风的呈现效果要自然的多了呢？并且用以修饰肩膀轮廓的这个需求也达到了。你看它不露出来，那个宽大的斜方肌也会让整个人物的轮廓有更强的压迫感。
并且针对于原著的形象，它也更还原了。而且原来的默认造型，它也并不影响你摆，这个算是个装配问题。而这个呢，就算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了。来，它这个辅助件是短了一块，你在侧面看的时候，这个人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穿帮位的，这个小胶套应该再顺延再长一块，这个整体的视觉效果会好得多。第二个大区域上的问题，那集中在前臂。哎呀，使跑偏了呀！这个护腕它使用了真实材料人造革，但是这个尖刺呢，它用的是 PVC 建模的。说实在，这种东西它装配还费挺大劲，就是你得先做这么一个套，然后它这腕刺做了一个排骨型嘛，还得把它推进去装上。我大概能理解，它是想让这个产品视觉效果上更有层次感，更有质感，但呈现的效果就是很不好。一方面，像这种比较素面的蝙蝠侠战衣，或者是我们列举的现在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电影版的蝙蝠侠战衣，不管它的护腕和靴子是不是一个材质，但是视觉质感上要对应，护腕差不多啥样，靴子差不多就啥样，不然的话，这种视觉落差会让整个产品的完整性打一个折扣。那现在呢，如是，它这个护腕的设计相当于是用比较厚的人造革缝了一个非常小的套袖，但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你缝位的时候不可能这样缝，你需要一个结合位，也就是说两边需要卷刃之后做一个结合位，这样做。而这一条线的效果，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套袖的话，那没问题。那像这种本身体现空间比较小的位置，那这个一条结合位它就会影响一定的呈现效果。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位置，你看总也不通顺。这个材质它对于把玩的反馈是比较糟糕的，因为它是软的嘛，所以你套上它肯定是哪儿细往哪儿跑，所以最多的情况就是每次一换手型，这个位置它自己就往下掉，你需要再换手型的时候把它换回去，这位置就起褶，需要你再多次的调整调试，所以说它对你把玩的反馈是比较负面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人造革这个料啊，它抗老化性确实不太行，可能摆个几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但是护腕已经烂了。再有一个点是配置问题，关于手型的，大家看到我现在装的这个不是默认的手型，默认手型人物左手它是握拳手，人物右手是没有握拳手这个配置的。开盒默认的是一个手捏四标的手型，这个手型在原著中有不少戏份，也算是非常经典，可能厂商也是比较得意把它作为了默认手型，但是它毕竟不是常规造型，你该给个握拳手还是应该给。而且这个手型可以说是这个产品的配件里完成度最低的，这个东西应该藏拙。这个手型这4个标 SSR 用的都是软胶的，那可能是觉得这样把玩手感会好一些，但是这个软胶属于挖坑给自己埋了。一方面这个玩意儿它不吃漆，所以你会看到这标这掉漆已经掉成这样了。这个玩意儿它不吃漆的同时它还不吃胶，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一方面这个也是胶水槽位的问题，它胶水槽位做的比较浅，这个溢胶已经溢到手型上去，然后反霜了，这个泛白的位置就是这东西实际上它就是个配件，你非要给它放到默认手型这一栏里头，如果说玩家开盒看到的是这种呈现效果，对于产品的满足感肯定是大打折扣。但是反之，你要是有个握拳手型，这玩意儿放配件栏里，这就一手型嘛，你做的不好不装就完事儿了，可能反而不会让玩家太在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还是护臂上的，就是腕刺。腕刺的造型建模有点问题，一般蝙蝠侠的腕刺啊，它都会顺应蝙蝠侠的体型啊，修长的腕刺也修长，敦实的腕刺也敦实。你像这版蝙蝠侠呀，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比较方正的形象，所以它的腕刺比较适合是大方刺，也就是这样，整体的视觉效果跟人物线条是比较顺搭的。但是现在呢，它用了一个比较俏皮的圆尖儿，就让整个这腕刺看起来它有点发飘，这个也应该调整，视觉效果上会更顺。主体的呈现效果大概也就这些，咱聊聊配件。配件我得说第一个，最打动我的磁吸可替换的胸标，这个太痛快了。胸标对于蝙蝠侠的诠释不言而喻，仅仅是一个胸标的变化，蝙蝠侠所处的时代作品就可以为之一变。那对于黑暗骑士归来这个 IP， 2个胸标就可以直接分割作品的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形象。那可以顺滑换标的黑暗骑士归来，那绝对是我所呼唤的。那这个痛快事儿让 SSR 给我办了。这个配置不用说，
那肯定受到蚂蚁的启发。但是在量产的1:6可动蝙蝠侠里，它应该还是第一个完成且实现的。标的磁吸替换非常顺滑，而且磁吸的强度也是比较恰到好处，应该也是注意到了之前蚂蚁用强磁导致衣物吸附破损了的情况，做了一定的修正。这两版标上都是修饰了一定的纹路，也是比较合理。两版标志的厚度也是比较恰到好处啊，不会过于凸。整体跟战衣的材质也是比较搭调的。下一个显本事的配件，真人头，这也是一个在原著形象基础上堆叠细节的头雕。人物脸型、发型这些都是原著像的，大下巴、高眉骨这些原著的特征也没有改变，看起来就非常苍劲的眉毛，神态拿捏也是比较到位，锐利的像鹰一样的眼睛，一看就是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用于体现细节，也用于凸显人物苍老的一脸褶子和比较粗大的毛孔，让整体这个头雕对于原著的共鸣感依然是很强，并且在头雕构建上一些比较炫技的细节展现的也是比较到位，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颗工整且有张力的头雕。工艺的问题也有两个，第一个是头雕漆面的漆感还是比较重，虽然质感上可以说非常上镜，但是裸眼的效果，漆面的层次要稍微差一些，可以调整。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黑暗骑士归来这个特殊身形的作品，头雕的比例偏小了，实际上适合再大一点才能镇住这个非常高大的身体。比较上档次的配件还有一个树脂材质的小胸像，那作用呢显而易见，收纳那个不用的头雕，这次是双头嘛，你可以选择收纳面具头或者是真人头雕，并且这个小胸像上也是贯彻了本体可替换胸标的设计，一样可以适配两种胸标，同样是磁铁吸附实现的替换，和本体通用。胸像的整体工艺上比较简单啊，树脂件嘛，有小建议啊，就像这种树脂材质的圆底座，尽量不要做这种金属勾线，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转圈喷涂，所以就只能手工上去画去，画的效果也果不其然，不太好。就整体这个名牌和这两块线反而让这东西看起来廉价了。如果喜欢金属质感的话，不如直接就喷金属漆，或者直接就是黑的，视觉效果会更好。这个蝙蝠侠的名牌也是，这个字体的设计还有这个整个涂装看起来也比较廉价，存在寓意也不太明确。像这个胸标的附属，方标还是圆标都有两套，就是可以满足你胸像和人物都喜欢方标，可以都用方标，这个想法也没问题，方便玩家。不过既然已经实现了这个胸标替换的设计，其实可以扩充一下玩法。例如说圆形胸标在原著中其实出现过战损造型，露出里头用于防弹的铁甲，其实这也是一个形象，可以考虑把这个造型的胸标也附属进去，丰富一下产品的配件矩阵。道具类的配件还有一个黑暗骑士归来中前半段出现的狙击枪型的钩爪枪，这也是蒂姆·伯顿奠定现代钩爪枪形象之前最接近现代钩爪枪作用的类现代钩爪枪形象了。这个枪只能简单的握持，不论是配备的手型也好，还是整个这个大宽素体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实现击射的造型。最后一个配件地台，应该是系列通用地台，跟黑暗骑士归来没什么关系，适配的效果倒是过关，没有啥亮点。整体来说，道具类的配件配置稍显单薄了，产品可以通过替换胸标去实现作品中前后两版战衣形象，不过两个造型都不够完整，都缺少对应的腿部悬挂带，这个比较可惜吧。最后说说素体可动，那为啥最后说呢？因为忒他妈紧了。我非常能理解啊，这素体贼老粗，自重又大，你要不给整紧点的，浑身松松垮垮的，不是这儿倒那儿歪。但是把玩的体验来讲呢，确实是够硬的。再加上为了素体的稳定性和整个造型的完整性，这个素体的关节切的也并不多，所以实际的体验呢，它就是没啥可掰的。手臂侧平举上限不大，手臂前平举都还挺顺滑，屈臂双关节，前胸关节抱紧，基本不可动。抬腿里面有齿轮，屈膝没齿轮，但是也挺紧。踝关节稳定性也不错，没啥了。SSR 的这个黑暗骑士归来 2.0 这个作品得说还是挺打动我的，从头雕的神态到身形的处理到整个造型的完成度，这个产品整体的造像来讲
它是非常饱满且具有张力的，能够感觉到作者对于黑暗骑士归来这个形象，它是有拿捏的经验的，并且对于造型有研究的同时，立体化形象的构建也比较成熟，堆叠的细节也好，浅尝辄止的二次设计也罢，都没有流失到整个产品的原作共鸣。对于一个素面战衣漫画作品来讲，整个玩具的整体质感也很厚重，不廉价。这些在1:6漫画产品这个目前为止本就不算太大众的品类来讲，都实属难得，属于一个比较有想法的黑暗骑士归来作品。当然了，产品本身它并不完美，作为第三方的一些适配上的小问题，以及不太成熟的流水线工艺，让产品从某些方面来讲还是有一些手工气质，不太正规，在这些方向还需要一些精进和打磨。好了，那针对这次的作品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